要介绍的是耐巴德的 ES2 运动版的，然后因为这一台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，那我就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一台就是它的时速呢最高可以达到27，因为它的重量其实是蛮轻的，然后它的续航里程呢约达到25公里左右。那它其实都有外挂电池，那通常其实我都不推荐就是先装外挂电池，因为其实装了外挂电池是增加这一台滑板车的重量。然后它这一台是前轮驱动，然后它是没有内胎，所以也没有防爆的问题。那其实 ES1 跟 ES2 差别在就是它的这一台 ES2 它是有所谓的后避震 ，ES1 是没有的，所以呢，这一台目前来讲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车种。刚好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款叫做125，那122呢跟125在之前就已经有介绍过，那122跟125呢差别性其实整个设计跟骨架其实都是一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125的差别。好，125的其实整个这个立柱的结构其实都是一样。那125的前面设计稍稍的不一样，它前面有这种所谓的反光片，然后它也有旁边也有反光片。那当然它整个滑板的脚踏设计是一样。然后呢，125的设计是在于它有3种刹车的方式，包括前面有电子刹车、电子磁力刹车，以及后轮的自动刹车，所以它最短的刹车距离为4米，所以这一台是在刹车上跟122有所差别。那其余的设计呢，其实是跟122是没有差别的。各位，嗨，各位车友好。然后现在我们把122跟 ES2， 就是最新版本跟旧版的到底差别在哪里？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先看，就是手把的设计，其实都是完全一样啊。左边这一台是 ES2， 右边这台是125。那至于125呢，它本身的设计其实跟122是差不多的，然后立柱的设计也都完全一样，高度都完全相同。那差别呢，就是在于这个轮胎。那125跟122呢，使用的是9寸的轮胎，那旁边这个是 ES2 的，所以两个轮胎的大小其实是差蛮多的。9寸是非常大，然后两台都是前驱。然后呢，关于这个踏板呢，122跟125跟 ES2 差别是，你看125跟122它们的踏板是比较大，然后其实是比较长。然后呢，因为他们这次122跟125它已经做了改良，所以它其实没有做避震，因为它本身的轮胎避震9寸的算还不错所以以上呢就是 ES 系列跟122跟125的差异性。好，谢谢各位。